202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的外交蓝皮书。这本蓝皮书每年出一本，是日本官方对全球局势和外交方针的年度总结报告。听起来很无聊，对不对？就是一本官僚文件嘛，谁会关心？但就在这本看似例行公事的报告里，日本政府悄悄动了一刀，一刀砍在中国身上，砍得又深又准。什么刀？就是把中国的定位从2025年版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直接降级为重要邻国。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换了几个字吗？有什么大不了？但在外交的世界里，每一个字都是刀锋，每一次措辞调整都代表着战略判断的根本转向。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女朋友把你的微信备注从老公改成了某位男性友人，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没错，这基本上就是分手的前奏曲。而日本这次改的不是微信备注，改的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官方定位，写进白纸黑字的政府文件里，向全世界公开发布。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份蓝皮书里，日本对韩国的定位反而维持了作为伙伴继续合作的重要邻国，还特别强调日韩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你看，重要邻国前面加上作为伙伴继续合作，和光秃秃的重要邻国4个字意味完全不同。日本等于在告诉全世界，中国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现在连韩国都不如了。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倒回半年前，从一个女人的一句脱稿发言说起。2025年10月，日本迎来了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她的名字叫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谁？她是日本政坛出了名的鹰派人物，被媒体封为日本铁娘子，自比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她主张强化国防，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对中国的态度一向强硬到不留余地。她还没当首相的时候，就已经访问过台湾，跟台湾政要见了面，公开鼓吹日台强化安全合作，甚至有人说他想打造日台之间的准同盟关系。更关键的是，他被视为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路线的继承人。安倍当年的核心主张是抗中、亲美、友台，高市不但全盘继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安倍更加激进。但是安倍晋三和高市早苗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这个差异最终引爆了整场风暴。安倍是一个极具战略感的政治家，他在任的时候跟中国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上任后立刻访问北京，展现对话诚意。直到2021年卸任之后，他才以个人身份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你看，安倍很清楚什么话该在什么身份、什么时机说，在任的时候保持模糊，卸任之后才放狠话，这叫做战略收放。他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藏剑的高手。但高市早苗不一样，他上任才3周，就把安倍卸任后才敢说的话，以现任首相的身份在国会殿堂上直接说了出来，而且不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而是一个冲动的脱稿发挥。2025年11月7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正在进行例行质询，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员冈田克也向高市提问，问的是一个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刻意回避、小心翼翼绕着走的敏感问题。他问，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也就是所谓的台湾有事，这算不算日本安保法里面定义的存立危机事态？日本到底会不会出兵？按照剧本，高市的幕僚团队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答辩资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就是避免回答有关台湾紧急状态的假设性问题。这个策略很简单，就是打太极，模糊带过，说一些政府会依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之类的正确废话，不给北京抓到任何把柄。历届首相都是这么干的，因为大家都明白，这种事心照不宣就好，一旦说出口就是引爆外交核弹。可高市早苗偏偏没按剧本走，他看了看对面的质询者，脑子里不知道转了什么念头，然后直接脱稿回答了。他说，如果中国动用战舰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伴随使用武力的情况，那么无论如何，这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他甚至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美军为了解除封锁前来增援，中国可能对美军采取武力行动，那时候日本就更有理由介入了。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又补了一句，大意是因为您要求我举出具体例子，我认为我已经在这个问题范围内诚实回答了。这段话一出口，整个东亚的外交地图瞬间重绘。为什么这段话杀伤力如此巨大？因为存立危机事态是日本2015年通过安保法时创设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意思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受武力攻击，导致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面临被颠覆的明确危险。一旦日本政府认定构成存立危机事态，自卫队就可以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日本可以合法出兵参战。而高市早苗作为现任首相，在国会的正式答辩场合，亲口将台湾有事和日本可能出兵之间画上了等号，这是日本二战投降80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后来日本内阁官房在12月12日释出了当天的答辩资料，证实了大家的猜测，高市那天的发言确确实实是他自己临场即兴加上的内容，而不是幕僚事前准备的标准答案。换句话说，这个改变东亚格局的发言竟然是一个冲动的产物。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后来接受 NHK 专访时而不讳地评价说，高市的发言内容本身是正确的，但他不该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方式说出来，这显示他缺乏战略思考。他说安倍和高市的政治思想几乎一模一样，但差别就在于安倍有战略，而高市没有。安倍是当上首相之前就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而高市是当上首相之后才开始学，已经太迟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话已经说出去了，覆水难收，而且高市早苗在后续几个月的多次质询中始终拒绝撤回这段发言，他最多只是语气稍微软化，说政府会依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或者说当时的答辩被理解成超越过去政府立场，这部分是反省点，但核心立场纹丝不动，就是不收回。12月3日，他在国会上被问到日本对台湾的立场有没有改变，他回答说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理解并尊重中国视台湾为不可分割领土的主张，这个立场没有改变。台湾的百万网红 Chip 对此有一个非常精辟的翻译，他说理解并尊重翻成白话文就是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我没说我同意。而台湾有事翻成白话文就是你们打架把我家房子烧了，我就会拔刀。两句话加在一起，结论就是日本不想当正义使者帮台湾独立，只想当自宅警备队，谁让他们活不下去他们就打谁。所以不管是蓝绿支持者还是小粉红都不用崩溃，这个解读我觉得非常到位。而北京的反应呢，几乎是瞬间进入全面战斗模式，打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组合拳。首先是外交层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命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治，提出严正交涉，措辞之激烈几乎到了近年来中日外交的极限。他说高市的言论极其错误，极为危险，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他特别提到，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80年前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80年后的今天，任何人胆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统一大业，中方必将予以迎头痛击。你看，外交辞令直接拉到了战争叙事的维度。但更加炸裂的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这位外交官在社群平台上发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毫不犹豫地斩断那肮脏的脖子，用斩首这个字眼公开威胁另一国政府首脑，这在现代外交史上几乎闻所未闻。日本外务省立刻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达强烈抗议。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也不甘寂寞，跳出来嘲讽说，感谢你们加深了美日之间的联系，附上高市和川普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同台的照片。中国官方媒体更是全面开火，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连发评论文章，其中的用语粗俗到令人目瞪口呆。什么？脑袋被驴踢了，满嘴喷粪，不作不死，撒泡尿自己照照。
这些话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正式评论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罕见了。人民日报以终生署名发表了多篇评论员文章，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毒化中日关系必将自食恶果，一篇比一篇严厉。但北京的反制远不止停留在嘴炮层面，接下来是一连串实质性的动作。经济牌，中国文旅部发布提醒，建议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日本旅游。虽然实际效果有限，机场里仍然挤满了赴日的中国游客，但这个政治信号本身就足够清晰。贸易牌，中国对日本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这是直接瞄准日本科技产业链的精准打击。文化牌，中国突然宣布上野动物园的2只大熊猫必须在2026年1月底前送回中国，大批日本民众涌入动物园跟熊猫做最后告别，场面令人动容。你看，就连大熊猫什么时候出界，什么时候收回，都是中国说了算，任何议题随时都可以变成外交武器。同人展也临时禁止了日本动漫 IP 的参展，引发了大规模退摊潮。但所有这些牌加在一起，都不如军事牌来得震撼。2025年12月6日，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从东海出发，穿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驶入西太平洋。随行的有055型大型驱逐舰南昌号以及052D 型驱逐舰西宁号和开封号。这支编队一路航行到日本鹿儿岛县喜界岛以东约190海里处，然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舰载机训练。2天之内，歼15战机从辽宁号上起降超过100架次。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秋月级护卫舰赵月号从横须贺基地紧急出港，全程跟踪监控辽宁号编队的动向。航空自卫队的 F-15战机也紧急升空，执行所谓的对领空侵犯错置任务。简单说，就是时刻监控从辽宁号起飞的歼15，防止他们侵犯日本领空。这是自卫队的常规操作，没什么稀奇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把整个局势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当天下午4点32分左右，第一次雷达照射发生了。一架从辽宁号起飞的歼15战机对正在执行监控任务的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战机进行了约3分钟的断续雷达照射。当时两机相距约52公里。日本防卫省的分析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搜索雷达信号，而是火控雷达照射，也就是导弹系统锁定目标，准备发射之前的那个操作。打个比方，就像有人拿一把已经上膛的狙击枪，透过瞄准镜对准了你的脑袋，它到底会不会扣扳机？也许不会，但那3分钟里，被瞄准的那个飞行员在想什么？他能想什么？他只能祈祷对方别失手。而更严重的第二次发生在当天傍晚6点37分到7点08分，另一架歼15对另一架 F-15进行了长达约30分钟的持续雷达照射。这次两机相距约148公里，30分钟，你拿狙击枪对准一个人的头瞄了30分钟。日本防卫研究所后来发表的分析报告指出，这是史上首次中国军机对日本军机进行空对空的火控雷达持续照射。过去2013年的类似事件是军舰对军舰的照射，性质和危险程度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事发不到10小时就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件事。他的用语是，航空机的安全飞行所必要的范围之外的危险行为极为遗憾。跟2013年那次相比，这次公布的速度快了6倍。朝日新闻分析说，日方之所以抢在第一时间公开，是为了让国际社会第一时间看到中方的挑衅行为，提高对方未来重复这种行为的政治成本。中方的反应很有意思，而且前后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和错位。12月7日中午，解放军海军的说法是，日本自卫队飞机多次抵近中国海军训练海空域滋扰，严重影响中方正常训练，完全不提雷达照射这件事。到了当天晚上，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也只是含糊地说，日方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依然不直接回应雷达照射的指控。但到了12月8日，话锋忽然一转，外交部发言人忽然蹦出一句，说中方使用的是搜索雷达。问题在于，搜索雷达是军用飞机的标准配备，飞行的时候本来就一直开着，根本不需要拿出来特别解释。
外交部之所以特意强调搜索雷达这3个字，反而像是在暗示他们很清楚日方指控的是火控雷达，所以急着撇清关系。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分析也指出，解放军作为实际操作的军事主体，自始至终对雷达照射的种类和性质一切不提，而负责外交的外交部却跳出来做了一个不必要的技术解释，这种错位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央视玉渊谈天后来公布了一段音频，是中国海军南昌号驱逐舰用中英双语向日本海上自卫队兆月号护卫舰喊话的录音。音频里，中方通知日方将进行舰载机训练，日方用英语回复 I have received your message。 玉渊谈天据此大做文章，说日方明知有训练还派飞机靠近，是搬弄是非。但小泉进次郎直接反驳，中方所称的提前通告训练海空域根本不存在，而且他特别强调，搜索雷达通常不会断续照射，断续照射是火控雷达的典型操作特征。然后就是那个让所有安全专家倒吸一口凉气的细节。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事发之后，日方曾通过2023年3月启用的中日防务热线，试图联系中方沟通此事。结果呢，中方没有接听，不接电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2个核大国的战斗机在西太平洋上空互相对峙，其中一方的雷达已经锁定了对方，而2国之间唯一的紧急军事通讯管道形同虚设。一旦有人判断失误，一旦有个飞行员的手指哆嗦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个时候，你连打电话说冷静别开火的渠道都没有，这是在钢丝上跳探戈，脚下没有安全网，耳朵里塞着耳机，听不到对面在喊什么。与此同时，东海的另一个长期火药桶钓鱼台烈屿也在同步剧烈升温。钓鱼台烈屿，日本叫尖阁诸岛，中国叫钓鱼岛，是位于东海南部台湾与八重山群岛之间的一组无人岛屿，总面积只有6平方多公里。这么小的几块石头，为什么会成为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地缘神经？3个原因。第一，位置，它正好扼守着东海大陆架的边缘，直接关系到2国的海洋领土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第二，资源，周边海域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第三，历史。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趁清朝战败之际将其纳入版图，中国和台湾都认为这是非法窃占，主权归属争议至今无解。2012年，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之后，中国海警就开始在这片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而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等于在这个原本就极度紧绷的东海局势上又泼了一桶汽油。2025年全年，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领海29次，11月发言之后频率大幅上升，出动的船只从部分配备武器升级为全部搭载机关炮。12月2日，双方在钓鱼台海域对峙3小时，各自指控对方越界。中国海警在钓鱼台周边的连续巡航天数到2025年6月已突破216天，刷新历史记录。2026年3月，高市即将访美前夕，中国海警船又在钓鱼台海域逗留2天，时机选择绝非巧合。而在12月底，事态升级到了全新层次，解放军东部战区以正义使命2025为代号，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演，出动陆海空军和火箭军，次日实弹射击。同月，中俄举行第3次反导联合演习和第10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绕行日本外海。讯息很明确，中方正在用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压缩日本的战略空间。面对这些压力，日本的回应不是退让，而是前所未有的军事加速。2025年12月底，高市政府通过2026财年预算案，防卫预算首破9兆日元，约577亿美元，创战后新高。跟2022年相比，军费几乎翻倍，达到 GDP 2%，跃升全球第3。钱花在哪？增程型反舰飞弹9700亿日元，射程从200公里提升到900甚至1200公里，实现在敌方射程外打击的能力。无人机、盾牌、沿岸防御计划2700亿日元，大规模部署空中、海面和水下无人机群。日英意3国次世代战机1600亿日元，搭配 AI 无人僚机，
军用卫星和电磁对抗882亿日元。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西南诸岛军事化。小泉进次郎在11月亲赴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宣布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飞弹，建设射击场和弹药库。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构成面向台海的军事三角防线，部署了岸舰、飞弹、地对空部队、雷达和电子战设备。驻冲绳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新设太平洋防卫构想室，组建海上运输群，专门向离岛运兵。日本已从被动防守转向系统性战场准备。而日本的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整份文件最重要的判断。他说，被称为后冷战时期的相对稳定时代已经迎来终结。注意，这不是某个学者的推测，不是某个评论员的危言耸听，这是一个 G7 国家政府用官方文件的形式对当前世界局势做出的正式结论。日本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那个相对和平稳定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军事对抗风险急剧上升的全新时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蓝皮书降级时说，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发表涉台谬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承诺，反思纠错。但日本方面的态度也很微妙。蓝皮书虽然降级了中国，却仍保留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表述。茂木敏充还特别强调，对话大门没有关上。日本的策略就是，我晓你的急，但我不彻底翻桌；我打你的脸，但我留着你的嘴让你继续说话。而这种又硬又软的策略，反映了日本社会内部的微妙分裂。每日新闻民调显示 50% 的民众认为高市发言没问题，只有 25% 认为有问题。东京电视台调查甚至显示，高市支持率高达 75%， 但也有声音认为他太轻率。前首相石破茂就说，历届政府刻意保持模糊是有道理的，一旦亮底牌就失去战略弹性。而美国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川普据报曾在电话中暗示高市不要太刺激中国，但日方否认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们来到了这期影片最终极的问题，东海会比台海先炸吗？先看台海。台海问题的本质是统独之争，是一个政治问题。要爆发全面战争，需要北京做出武统的政治决定，而做这个决定的门槛极高，代价太大。美国的态度、国际社会的反应、解放军的实战能力、台湾的防御准备、战后统治成本，每一项都是巨大的变数。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说过，除非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这种触碰底线的事件发生，否则北京不会轻易动手。台海的危险是慢性的，是一场持续施压，但双方都刻意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漫长博弈。但东海的危险完全不同，东海的危险是急性的。东海冲突的升级机制走的是灰色地带路线。什么意思？就是不需要任何一方做出开战的政治决定，冲突就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发生。海警船的一次碰撞，战机的一次误判，雷达照射之后的一次过激反应，渔船纠纷中的一次意外，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瞬间引爆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而现在中日之间连防务热线都打不通，连最基本的军事沟通管道都形同虚设。一旦出事，谁来踩刹车？答案是没人。更危险的是，东海和台海在地理上根本就是一体的。打开地图你就知道，台湾海峡的北端就是东海、冲绳、宫古岛与那国岛，这一串岛链像一条锁链，把东海和台海紧紧串在一起。如果台海有事，日本的西南诸岛几乎必然被卷入，因为他们就在战场的边缘。反过来说，如果东海先出事，台湾海峡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这条航线是日本的经济命脉， 75% 的能源依赖进口，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率高达 95%， 全靠台湾海峡和东海航线运输。这条航线一断，日本几周之内就会陷入全面的经济瘫痪。所以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台海要爆发全面战争，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决定，需要北京判断时机已到，代价可控，然后下令动手。这个决策门槛非常高。但东海要爆发军事冲突，也许只需要一个意外，一次碰撞，
一次误射，一次过度反应。而现在中日之间的紧张程度，用前驻华大使垂秀夫的话来说，已经堪比2012年钓鱼台国有化时期。但2012年至少还有一层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外交缓冲在兜底，现在呢，这层缓冲已经被撕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密集的军事部署，越来越频繁的海空对峙，越来越失效的沟通管道，以及两国国内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战争不会明天就爆发，也许外交的智慧最终会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点，但在这个后冷战秩序已经宣告终结的新时代里，我们离那个可能引爆一切的意外，也许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近。一旦东海这个火药桶被点燃，台海不可能独善其身，整个西太平洋都将陷入风暴之中。希望和平不只是一句口号，但在祈祷和平的同时，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因为只有看清了危险，才能真正珍惜和平的可贵。